近几年世界面临了疫情、战争等等各式各样的危机，而宗旨是维持世界和平跟安全的联合国，在这些危机面前却常常帮不上忙。很多人就批评联合国很废，花了一大堆的经费却没有什么作为。那到底对这个世界来说，联合国还有必要存在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联合国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最近 BBC 出了一部纪录片，里面有好几名联合国的前员工出面指控联合国内部有多起高层性骚扰、性侵害下属的案件，而且都遭到了吃案。有位调查员说，他负责处理的性侵指控都被上层给盖掉，而一名受害者也说，在他举报上司之后，案件不仅没有水落石出，他还被联合国给开除了。很多人就质疑联合国这个组织是为了解决世界的问题而成立的，但他自己却爆出了腐败、滥权等等的问题，是要怎么信任他可以好好的处理国际事务呢？而撇开这些指控不说，近几年来也有越来越多人觉得联合国只会出一张嘴，总是标榜世界和平，呼吁各国团结，但是当出现大问题时都没有什么实际作为。而就台湾来说，对于这个不让我们加入的组织，观感更是复杂。不过联合国还有台湾之间的恩怨情仇，可能要独立做一集才讲得完。所以今天呢，我们主要会来谈谈联合国成立的77年以来，它都做了些什么，它到底有什么用呢？在开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想开始培养小朋友日常生活的能力吗？考虑看看盲狗狗吧。盲狗狗是由简明设计推出了生活教育绘本，内容包含了怎么过马路、预防卖场走失等等的安全行为，还有建立生理界限、认识挫折情绪、接纳高敏感朋友等生活观念。推出之后大受欢迎，许多家长回报小朋友每天都想听。另外还有深受家长好评、小朋友热爱的寻宝游戏本，在台湾场景当中观察细节，好玩又能够练习长时间专注。现在10本全套组合有现省2000的超划算优惠，输入志祺77的专属折扣码，还能够再打9折。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到官网去看看吧。联合国的前身是一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这是史上第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为主要任务的国际组织。在初期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建立了很多国际之间的共识还有制度。但是国际联盟却有很多的限制，尤其它没有自己的武力，需要靠大国来帮忙执行联盟的决议跟提供军力。而如果大国不配合，联盟往往也束手无策。而最显著的例子呢，就是当时的德国、意大利、日本不断的侵略其他的国家，国际联盟却无法阻止，二战也终究爆发，可以说是正式宣告了国际联盟的失败。所以后来法、中、英、美、苏这5个同盟国呢，就决定要成立一个新的组织来取代国际联盟。于是，在二战结束之后，联合国就诞生了。最初，联合国成立的目的呢，也是要终结战祸，维持国际和平，并且维护人权。但后来也有了一些新的使命，比如说像是应对气候危机等等的全球问题。那么，联合国又该如何执行这些使命呢？联合国在全球有超过3.5万名的正式职员，每年的预算超过了600亿美元，主要是由成员国来分摊跟捐款。而联合国的内部呢，则分成了5大机构。首先是由全体成员国所组成的联合国大会，这个机构有点像是议会，每一国都有1票，在每年的会议上面会审议预算跟部分的人事任命，并且进行各种的国际事务的提案还有表决。那考量到过去国际联盟的失败经验联合国也设置了安全理事会，有5个常任国跟10个非常任国组成，主要的任务呢是维持和平，有权对特定国家实施经济的制裁、武器禁运，或是派遣联合国的维和部队进行军事行动等等。另外还有负责促进国际合作跟发展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解决国与国之间法律纠纷的国际法庭，以及掌管联合国大小事务的行政机构还有秘书处。那除了这些内部机构之外呢，联合国系统当中还有大概30个附属组织跟专门机构，比如说像是儿童基金会、教科文组织、难民署、粮食署、气候变化委员会，还有 WHO 等等等等。总结来说，联合国有点像是一个政府的政府，但又不像一般的政府有那么大的强制力，更多是借由说服各国来运作，比如发布气候报告呼吁各国采取气候行动等等。这样子的组织真的有办法实现它的宗旨吗？
联合国虽然有很多的争议不过在普遍的定义之下，联合国还是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以主要的目的维持和平来看，从它成立以后，确实不再有世界规模的战争，也促成了限制核武生化武器等等的国际条约。而在人道的救援上面，联合国也帮助了许多最弱势的群体，比如至今援助了超过6900万的难民，为发展中的国家的13亿人提供了干净的水源，控制住了天花、伊波拉等等的病毒。而另外针对气候危机联合国也促成了很多相关条约的签订，包含了所有成员国都有签署的巴黎协定。所以说，联合国或多或少都帮助人类逃过了可能爆发的核战，改善了很多地方的环境跟卫生，让成千上万人的性命因此得救。但是就维持和平、促进人权的初衷来说呢，大众普遍还是认为联合国做的远远不够，甚至有的时候还帮了倒忙。联合国创立以来呢，就一再的被批评太弱，没能够有效的阻止战争跟人道危机。比如在乌俄战争爆发之后呢，联合国就没能做出强制要求停战的决策。此外，面对违反人权的国家呢，联合国也往往无法祭出有效的制裁，有的时候连正面谴责都没有。像是前阵子联合国的人权专员到访新疆，不仅没有公开质疑中国政府在新疆的人权争议，更直接呢用教育培训中心来指称监禁维吾尔人的这个再教育营。而且就算联合国有所行动，实际的作用也备受质疑。像是在卢安达还有波士尼亚的战争当中，联合国都有派兵到当地，却都没能够阻止种族灭绝的发生。此外，联合国最新的报告也显示，气候危机还是每况愈下，而且呢，照着这个走势，巴黎协定的目标根本不可能达成，更不用提美国还一度的退出过巴黎协定，显示出呢这些国际条约的功用可能非常的有限。但除了被批评任务执行不到位呢，联合国本身也爆出了不少丑闻，比如最近 BBC 揭露的内部性侵案，还有联合国派到各地的维和部队也屡屡呢爆出了性侵当地妇女参与人口拐卖。那到底为什么一个集结了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庞大组织做不到、做不好，甚至做错的事情会那么的多呢？许多学者分析联合国成事不足的一大原因就是整个组织的权力结构太过迂腐不民主，而且过时。像是可以反映各国意见的联合国大会权力却很有限，因为大会可以做的多数决策实际上呢都是建议，并没有强制力。而真正握有重权可以实施这个制裁动用武力的，就是由少数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安理会。尤其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呢，还拥有1票的否决权，可以推翻大会的决议，保护自己或是盟友。这也导致联合国面对许多问题时迟迟无法行动。比如美国近几年动用的否决权呢，多半就涉及到像是以巴问题，而中国呢也曾经用否决权挡下制裁北韩的决议。而在乌俄战争的初期呢，联合国大会高票通过要求俄军停止入侵乌克兰的决议呢，也被俄罗斯给否决掉。很多人认为这样子的五常呢，不仅不民主，也早就已经不能够代表当下的世界局势。因为这5国就是当初二战的战胜国，不仅没有印度、日本、德国等等如今在人口跟经济上面的重要国家，也没有像是非洲或是中南美洲等地区的代表。那这样子问题重重的联合国，未来又该何去何从呢？很多的学者指出现在世界还是很需要像联合国这样的组织，提供各国一个对话的平台，否则很有可能会让国际的体系陷入混乱。而且联合国在许多贫困战乱地区的救援工作也很难有其他的组织可以负担。不过在近几年全球面临 COVID-19 疫情还有乌俄战争等等的天灾人祸，联合国却无力妥善的解决，也让改革联合国的声浪再次的涌现。其中呼声最高的就是安理会5常的改革，比如增加常任理事国，让5常更具代表性，甚至是限制取消5常的否决权等等。今年的4月呢，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5常在使用否决权之后必须要举证原因。虽然这个要求不是直接的禁止5常使用否决权，也没有强制力，但有学者认为呢，这可以增加5常使用否决权的政治成本，而且至少呢，就象征意义而言这代表着联合国在加强问责和透明化决策过程上面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而另外，很多的学者也提醒联合国不是万能的，就像是联合国第2任秘书长说过的，联合国的存在只是为了将人类从地狱中救出来，而不是带人类上天堂。不过有人提议说，虽然联合国不可能彻底的阻止危机发生，但还是可以退而求其次的去提升危机处理的能力，比如架设一个新的平台，让各国去评估跟讨论突发状况。
这几年我们眼看着一场 COVID-19 的疫情把全球的秩序整个打乱。如果是几百年前人们交流不方便，这种疫情可能不至于会影响全世界。但在这个全世界都高度交流而且互相依赖的时代，很多事情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当初联合国的 WHO 有尽早的对全世界警告，让大家知道疫情的相关资讯，那或许很多地方的状况都不会那么的严重。所以我们觉得现在的世界确实非常需要一个平台，来让各国可以透过资讯整合或者是资讯交流的方式来互助。但从很多的角度来看，联合国的表现都让人很不满意，甚至有一种越帮越忙的感觉。这样的问题可能出自于联合国的运作本身就非常矛盾，因为它能够运作的前提就是要靠着有资源的国家愿意支持。如果强国们呢把资源抽走，或是都摆明反对，那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恐怕也推不了。而更让人无力的是，如果把联合国砍掉，换另外一个组织来递补，可能还是会有一样的状况。然后身为一个台湾人，我们对于联合国的爱恨情仇肯定又是更加的复杂跟更加的无力。明明觉得他对我们不好，但又很渴望加入，在参与很多国际事务的时候呢，也常常会有各种的绑手绑脚，或是遇到很多不同的内部的质疑。像是一直以来呢，台湾都有在响应联合国的计划，但一直到现在也都还是会有很多人说，你做这些有什么用？联合国也不会让台湾加入啊。那我们自己是觉得不能够加入联合国真的很遗憾，没有错。但不管有没有加入，我们本来就是这个世界的一份子。最重要的是，我们很希望这个世界可以变得更好，而因为世界好，台湾也会好。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有需要，而我们刚好也会有一些能力的时候，选择奉献自己的力量。与其说这样做是为了让世界看到我们觉得更直接的回馈是，我们知道自己正在做一件联合国成员该做的事情，而且我们真的有帮上忙。好的，稍微有点扯远了最后呢，还是想问大家，你觉得现在的联合国应该要最优先处理哪件事呢？安理会5常的改革，他们权力最大，应该更有代表性，受到更多的监督跟约束，并维和部队的争议确保他们的犯罪行为能够受到纠正，而且真正保护平民。所以增加联合国大会决议的效力不然讨论半天也没有意义啊。第一，正式组织内的性侵指控、内部的犯罪争议都没有处理好的话，实在是很难让人信任。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联合国的存在意义是什么。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 WHO 以及北约的介绍。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